历朝历代，我们在本朝修前朝史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个故事，基本上它的段子是一样的啊。元朝末年，百业凋敝；清朝末年，其实你就说到唐朝也是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它有一个前期和一个结束，前期一般都是成为之学啊，天人感应，有瘟疫，有大灾，那么百姓流离失所，饥饿，所以流民四起。在这个期间，还会有一些儿歌、童谣。说句良心话，都差不多。其实它的结果都是一定的，一个统治阶段结束了，或者说行将结束了，那么整个社会的获益集团，或者称为权贵集团，过于庞大，国家财政无以供养，在这个情况下，就有人会求变，通常是在统治者内部。所以我们看到唐朝的创始人是隋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表哥。清末帝制消退，得到政权的是各地的封疆大吏，而且史书由本朝续写前朝历史，一代一代都是这么玩下去的。修史的时候，他为了体现政权获得的正义感，他必须要把前朝写得一塌糊涂。至于是不是真的一塌糊涂呢？没有人知道，因为史书上都是这样写的。关于前朝的故事，往往都不是真的。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到目前为止都是改朝换代。所有的改朝换代其实都是精英的游戏，与平民无关啊！你不要说有多少人觉醒了，是吧？其实任何一次造反，朝代的更迭，都是用新的统治模式去适应本国的现阶段的经济状况。说到底就是这么个东西。我们今天看到，在习胖的管理之下，这个国家过于癫狂。原先公务员队伍就无比庞大，那么朱镕基开始要精简整编，要学习延安时期。他缩编成功了吗？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没有成功。这个改革其实是失败的。那么到了现阶段，整个国家的财政无法继续供养，它有个大前提，整个国际环境出现变化了。中国在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15年以后，他们原先能够拿得出手的人口红利基本上结束了。国际资本非常愉快的跟他说拜拜。所有的这一切，它的开端是从2016年。你认为15年是一个缓和期，到时候该给你认定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了。但从一开始人家就知道你不是的，他没把话讲透，哄着你跟他玩。那么你现在能够被利用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你还想干什么呢？想蹦一蹦，是吧？因为加入世贸最主要的是跟美国签约，所以第一个选择也是美国。大幅度的减少
对美国商品的采购，从乌克兰方向，从南美方向，从更多的国家去寻找粮食，寻找能源。但是这个世界已经变了，美国在经济全球化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以后，民众们已经厌倦了精英管理，选出来一位平民总统，甚至是一个德国移民的后代，一生中破产过好几次，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有一连串的老婆，一连串的绯闻，甚至在报税税单上、税表上都有一连串的故事。当然了，在他获得总统职位之后，他迅速地赢得了在中国曾经的几十个商标、专利被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我们并没有看到习胖这个政权真的正眼来看待一个由商人转型为政治家的这么一个川普政权。所以有很多地方，共军打的是自己的牌，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糊弄国际社会。美国这儿出来一个非主流政治家，所以就变成中美之间各打各的，终于打出了一个2018年的擦枪走火。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段，除了中美贸易问题导致的中国所有行业类的经济萎缩、外汇缺口、造血机能的丧失，那么2019年底是吧，天灾降临了，或者说既有天灾也有人祸。那么疫情蔓延到全国之后，各地开始出现恐慌。这个恐慌原先跟着习胖晃晃悠悠的，到还能继续统治，虽然说失去2位数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统治集团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但是忽如其来的疫情直接导致他们不能动弹，全国范围内的领导趋于瘫痪。国际社会中因为对病毒前期的信息不透明，许多国家认为上当受骗了，所以各国也在针对中国人、针对中国政府抱有一腔怨气。国际环境双重紧张，既有因为经济因素，也有因为疫情的因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共军还能维持国内的统治吗？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难，是吧？其实习胖这个政权走到今天，经过癫狂，已经走向没落了。国际社会没有做好一个准备来接盘一个乱纷纷的中国。中国即将出现的类似于元末，会出现遍地草头网。在这个时刻，其实我们能做的很少，譬如说整理一份全国军政要员，包括各个强力部门、维稳的这些单位，给他们整理一份名单，譬如说叫习共集团战犯名单，那么定期的删减。有了一些倾向于现代国家愿意走民主宪政道路，或者至少守住本乡本土，对今后减少中国人的死伤，保持地方安定，那么有这一些贡献的人可以从名单里拿出来。如果说盲目的服从习胖的领导，继续肆意妄为，甚至不惜用中国人的人命来填上去，来满足习胖管理一个国家需要经济复苏，需要复工，那么因为乱指挥导致疫情2次爆发，
死伤更多的人命。那么这样的地方官，这样的军人，完全可以在战犯榜上把他往前挪几名。我们在海外不能做更多，但是我们可以做观察，多方筹谋这些信息资料，做一些检索，为今后的民主政权做一些准备工作，清醒的让我们的后人看到今天这些官员的丑陋的嘴脸。有一些人良心发现了，有一些人可能自己的家人会受到伤害了，在这个时刻，哪怕他仅仅一生中只做了这么一件好事，我们也会把他从战犯名单中往后挪几位，甚至完全把他剔除。每一个人的历史都是你自己写的，没有人可以为你做到更多。我们希望在中国变局的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死伤，能够有一个尽可能平稳的过渡。虽然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主进程一定会伴随着枪炮声，但是我们由衷的希望正在中国手中掌握着权力的人能够多想一想。按照于右任先生在燕子矶是吧，经常有人跳江寻短见的地方，他写过几个大字，我不知道这个碑还在不在，但是我希望手握权柄的人能够记住于右任老先生，同盟会元老，民国的造建者之一，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书法家，他写下的4个大字：再想一想。好了，谢谢大家，再见。